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我的810。我最近呢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把我这一套810系统呢，把它迁移到我的阿卡系统上面去。那我这台相机呢，已经用了3年了，其实呢用的并不是很多，因为810实在是，呃，拍摄起来是有很多的阻碍啊，一方面是心理阻碍，第二方面的体力上其实也是消耗还是蛮大的，成本也是消耗的蛮厉害的。所以呢，其实拍起来，嗯，总是需要有一些心理的这个建设。那这台相机，沙姆尼的 R-Pix X 呢，是你能够目前在市面上买到的最轻的810系统。那这台相机真的很轻啊！我现在上了架子哦，去端端还是很方便。轻呢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让你带到更远的地方去，而且呢，像它这样的一个这个菲利普斯结构呢，它实际上在收纳的方面呢也是很有优势。它整个一个收起来的这个折叠起来的这个体积啊非常小，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收纳起来的这个厚度呢，它不超过10公分，然后整个体积呢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小的、最合适收纳的这台机器。它很轻便，然后操作起来也很方便，然后所有的该有的功能呢，它也全都有。So，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把它给换掉呢？主要的这个想法呢，它现在有就是我在使用下来，有2个地方呢，可能并不是我很满意，或者说并不是很适合我。首先呢，它的这个操作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所有的地方的这个操作，它都是单纯的、单纯的靠你的这个手感。比如说俯仰，那你俯仰多少度呢？它其实没有任何刻度。然后呢，你上下这个移轴移多少呢？你其实也没有，心里也不是很有数。你前面的这个摇摆和前面的这个动作的幅度到底在哪里呢？其实都是靠你自己的感觉来进行操作的。所以呢，对于不常用动作的人，偶尔要用一次动作呢，其实会有一些不太习惯的这个地方。那更何况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都是靠刻度啊，都是靠这些点来提醒你它的这个复位的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它复位呢，它是没有这个0度复位的这个任何的这个手感的，都是靠你这个提醒你的。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你每次要重新做动作的时候呢，你要去手动的去进行所有的这个复位。那么像我这样的这个不是很熟练的这个人来说呢，他总是会容易忘记我，以至于有一次，特别是像去年大家看过我的视频的话，我在北海道拍摄的那些照片哈，我是用沙姆尼的 F2，F2就是它的这个缩小版啊，4:5的缩小版。然后呢，就有几张片子，就是因为没有检查灵位的这个复位呢，导致前组有一些摇摆呢，一边就虚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怪我啊，这个是因为我没有去做好检查。那么每次都要去做一遍检查的话呢，其实也是蛮费功夫的。如果机身本身就能够提醒你，是已经复位的话呢，那你的操作时候的这个压力就会少很多。那第二个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它上面呢，这个主板上面呢，它是有大概4到5个螺丝孔。那每次我要换镜头，比如说我从长焦镜头我要换成广角镜头的话呢，呃，我需要先把螺丝位给拧下来，然后挪到后面那个位置上面去。拧螺丝这个动作啊，其实呢，它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和后组之间的这个位置。嗯，但是实际上还是很费功夫的，非常烦。每次打开来你都要去拧螺丝啊，这有时候还会拧错。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目前的这个
很烦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其实菲利普斯结构的这个相机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大家都是这么进行操作的啊。我因为还拍410，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拿下来换一个410的这个背板啊，然后同样是磁吸的这个方式把它给牢牢的吸附在这个后组上面。这个来说呢，相对来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于，我这台810呢，它是因为为了轻便呢，它是不能换皮枪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在拍410的时候，我用的是一个广角镜头，当然一般我们拍410都是广角镜头啊，就是因为你是为了获得更宽的这个画幅来得到一个更广的一个画面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广角镜头，而且我那颗150的那颗广角镜头，它是可以覆盖810的，所以呢，当你用我那颗150的那个镜头，装在这上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其实这个焦段就非常的短。那非常短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它上下，你看到吗？它上下是只有一点点的动作。当我需要抬高或下降，或者说我需要做俯仰摇摆的时候，前组啊，前组我做移动，做移动，它只有这么一点点距离啊，摇摆啊，摇摆也是有一点点距离。那么这个呢，这个呢就很讨厌，因为它不是一个广角皮枪，所以它在广角上面的做动作，特别是超广角方面啊，做动作呢就会非常难。当然，我拍超广角呢，主要还是在拍410，所以呢，它因为不能换皮枪，导致我在它上面拍410呢，会觉得很局促啊，就会很局促。这是这台相机的几个不足之处啊，就是当然没有一台相机是完美的。那为了解决这几个问题的话呢，我想现在有没有可能把我的相机呢，从沙姆尼的双轨系统呢，转换到阿卡的这个单轨系统上面来？那这就是阿卡的这个单轨系统的810的机器。很显然它的个头，它的重量呢，要比我刚才的这个沙漠尼的木机呢，要大了很多。单轨机呢，它主要还是靠一根轨道来支撑整个系统，然后前组和后组呢，在单一轨道上面进行前后的这个移动。啊、它是无极的这个前后的移动，所以你不用去拧螺丝啊，你要拧半天的螺丝，你也不用担心你前面会拍到那根轨道，实际上是因为它的高度所在呢，它基本上是拍不到的。然后呢，当你需要这个就是很长的这个焦段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做一个极限的。哎，那这个皮枪的这个长度呢，基本上我现在手里最长的480的那个镜头呢，就可以覆盖了。那如果你用600的这个镜头的话呢，它有更长的皮枪、更长的轨道来支持更长的这个焦段，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系统。那在这个系统里面呢，你可以从超广角到长焦这部分呢，都能够满足。所以，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说阿卡来说，它总的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系统来适应所有的这个拍摄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是大部分啊，我只能说是大部分的这个操作，比如说前组的这个升降，那我只要拧这个旋钮就可以完成，我不用两个手闷着头的时候，我手伸到前面去，有时候还够不着。我现在一个手我就能操作，这个就是
这个齿轮系统啊，你用过了以后呢，你就很难回到那种靠手工自己来啊、估算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用阿卡用到现在，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它非常的精确好用，它很方便的帮助你能够实现你的做动作的这么一个目的。当然，如果你是个很熟练的这个老手的话，其实木屐它轻便小巧，然后它操作起来也很灵活，它没有限制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然后稍微动一下就可以。这是针对有经验的这个老手来说，但对于我们不常做动作的新手来说呢，呃，这种带精确调整的又带归零位的手感，以及齿轮驱动的这么一个系统呢，呃，怎么说呢？它的效率会非常高啊，效率会非常高。另外呢，阿卡是一个模块化的这个体系。我们现在呢，你看到我现在整个这套系统呢，它是一个810的这个结构，前组呢是141的这个前组，后组呢是170的这个后组啊。那么它可以很快的把它变身成为一个4×5的这个系统。那么在木屐身上呢，它当然木屐你可以用一个810转4×5的这个后背来实现啊，但是它的体积还是810的这个体积啊。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很快的把这套系统变成一个4×5的系统。我们把后组拿掉，把前组放到后组上面去，然后我们来找一，然后我们来有一个，我有一个小小的110的这个前组啊，OK，然后后组呢，我可以换上4×5的片夹，然后前组呢，我们这边就直接这个皮枪装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呢，我想说这个它皮枪咔嗒，OK，那很快的它就变成了一个4×5的系统。那它的体积就会小了很多很多，而不是说我810换一个4×5的这个后背板，那它体积还是810的体积哈，它这个就很小。那在这个系统之外呢，我现在还有一个410的这个系统，那么一样的也是非常的方便，我把皮枪撤了，然后后组拿掉，然后我直接换一个410的后组，然后哦，几秒钟的事情，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410的这个拍摄系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一个轨道上面我用不同的这个前后组的这个组合呢，我就能完成4×5，完成410和810的这个不同的模块的这个切换，它切换还是非常的方便，还是非常的快。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齿轮系统，它能够帮助我精确、快速、高效的完成动作。而不是要模很多次，我的技术程度还没有熟练到，哎，我一看我一做一个小动作就能完成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能够完成很多的，嗯，相对比较难的动作，比如说移轴的同时俯仰加摇摆啊，或者说前后组一起摇摆，或者说加俯仰，反正挺复杂的动作，它这个机器身上还是非常容易实现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就想其实是可以把
我所有的大画幅系统啊，统一到一整个阿卡的这个系统上面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以后啊、来拍摄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一套系统很灵活的应付各种我所需要的不同的画幅啊。所以呢，是想通过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对大画幅目前拍摄到现在来说的一些想法。那么对于器材来说呢，我想可以集中或精简到阿卡系统来说，它的模块化的这个支持呢，会给到我更高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效率。当然代价呢，就是重量和体积啊、这个是你必须去承担的这么一个代价。但是回馈到你的呢，是良好的、精准的这个操作和非常流畅的一个拍摄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阿卡这套系统总的来说，它已经属于单轨系统里面非常轻便、非常小巧的这么一个系统了。我曾经看到过人家用仙娜的那个系统，哇，那个大的你没有办法把它扛出去啊。所以，你如果是需要去出门的话呢，木屐当然是个很好的一个这个选择。我现在也很喜欢我的 ebony，但是呢，当你需要做很多的动作，当你需要去进行精准的去构图，当你需要流畅的这个不同画幅之间的这个转换以及管理的时候呢，呃，单轨系统它给到的这个效益啊，是明显的要超过你付出的这个体积和重量的这个代价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能够有很多的新的不同的这个体验，来呃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阿卡系统的整个一个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OK，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